我终于要和我相恋8年的男友结婚了。领证那天，他出了意外，再也没有醒过来。我在灵堂哭到昏厥，再次睁眼，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，上课睡觉，不是好学生的作风吧？我扑过去抱住他，宝宝，你知不知道我好想你？他跳出几米远，警惕地看向我，大姐，你谁？我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衣袖，我好像穿越回了我的高中时代，可我是大学时才认识的他呀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叱咤风云的总裁，年轻时竟是个粘人的小狗。对上他不可置信的眼神，我也惊诧起来。熟悉的教室，熟悉的校服，这是我的曾经就读过的高中没错。唯一的不同就是，我是在大2时才认识我的老公陆晨，而我的整个高中时代从来没有见过他。上课了，上课了，老师来了。随着外面同学的叫喊声，教室也逐渐安静了下来。我看了一眼黑板上的课表，找出了对应的课本。正在我准备翻书时，身后传来了悠悠的不满声。我回过头，就看见陆晨面色阴沉地看着我，大姐，我还没回座，你能不能让开？我一惊，连忙站起身让陆晨进去。一整节课我都心不在焉的，我仔细地回忆了我的整个高中生涯，都不记得有陆晨这么个人。平行时空还是穿越？我怀着疑惑上完了一整天地课。其实高中的课程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难，我大学毕业选的是师范类学校，毕业后也正在一所高中教学，现在课本上这些东西对我来说实在是小意思。我凭着记忆回到了曾经的家，看着那年轻了好几岁的面容，我激动地朝妈妈扑了个满怀，我回来了。妈妈开心地接住我，上学累不累？妈妈给你做了好吃的，一会就能吃。不累，不累。我走出厨房，看着熟悉的家，熟悉的房间，竟有些怀念。不知道这个世界的陆晨过得怎么样，我和陆晨在一起多年，却很少听见他提起他的高中。他给我讲的更多是他的大学生活，而我也没有详细的追问过。睡前我还有些害怕，怕一觉醒来，我又回到了灵堂，抬头看见的是陆晨的黑白照。直到天微微泛白，我才沉沉睡去。而晚睡的坏处就是，闹钟响的时候我根本起不来，还是被我妈连拽带踢送出了家门。我一手拎着包子，一手拿着豆浆，抬头看了看老天爷，这他喵的，本来当老师起的就够早了，结果当高2生起得更早。我一边磨蹭，一边晃晃悠悠地往学校走去。路过街口的巷子时，听到了熟悉的声音。我停下转弯的冲动，径直走向了巷子深处。老远就听见陆晨在说话了，原本睡不醒的烦躁也被我抛在脑后。毕竟我谁能有我幸运，见到了更年轻更青涩的老公。走近一看，才发现大事不妙，陆晨正被几个人堵在中间，敢欺负我老公，拿命来！眼见着为首的红毛挥起拳头，我一杯豆浆泼在他脸上，趁几人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快速挤进去，挡在陆晨面前。警察马上到，我们是一中高材生，你敢欺负我们，你们完蛋了！红毛骂骂咧咧地擦了把脸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他刚要动手，我冲他微微一笑，一脚踢上他命根子，然后拉着陆晨赶紧跑。笑话，作为21世纪好青年，谁还不会点防身术了？不过话说回来，我现在会的这几招还是我老公教我的呢。跑了半天，我实在是跑不动了，才停了下来。回头就见陆晨皱着眉看着我，我仔细端详着陆晨的脸，比以前瘦，下颌骨更明显一些，也更青涩一些。没事吧？你以前这么怂的吗？还能被人欺负？我看着陆晨眉毛下1到5厘米的伤口，还在流血，连忙把手里的包子扔给他，待着别动，饿了就吃，我马上回来。凭着记忆去药店买完药，回去时就看着陆晨捧着包子蹲在路边沉思，活脱脱一个可怜小狗。陆晨见我回来，依旧是摆着一副臭脸，没好气的把包子扔我回来，
热腾腾的包子还冒着热气。见他那样，我也没什么好脾气。在一起8年，他都没跟我发过脾气，现在倒好，还给甩脸子。果然，老公还是得从小调教。我把包子塞回他怀里，强迫他抬起头，给他抹点服帖创口贴。陆晨手挡在自己的脸，不用贴了，我创口贴过敏。我知道，我一巴掌拍开他的手，所以我买的透明创口贴不会过敏的。陆晨愣了愣，趁着功夫我赶紧给他贴好，身上还有没有伤？衣服脱了我看看。陆晨听后把衣服收得紧了紧。你到底是谁？听好了，我只说一次，我是从未来的，我是你老婆，咱们在一起8年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记住了吗？他一脸不信，把包子还给我，转身就要走。你叫陆晨，1992年生，4岁时父母出车祸去世了，被外婆带大，从小就有个小癖好，喜欢抓着东西才能睡着，床上有一个哆啦 A 梦，你最喜欢把烦恼说给他听。左肩有颗小痣，大腿内侧有块新型胎记。靠近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见他一脸便秘样，赶紧捂住我的嘴，可惜红透了的耳尖还是出卖了他。你调查我？我摆摆手，我都说我是从未来的了，你是我老公，咱俩天天滚床单，你哪有没看过？见他半信半疑，我把包子递给陆晨，早上吃不下饭，你给我解决了。这一整天，陆晨都老老实实的在座位待着，时不时用一些打量的眼光看向我。别看了，老婆不会跑，走，领你吃饭去。我拽着浑身僵硬的陆晨往校外走，不曾想在后门被拦了，还是那个可恶的红毛，一脸欠揍的表情。干什么？光天化日欺负学生啊？我不怕他们，他们的目标也不是我。只见红毛朝陆晨摆摆手，陆晨便走了过去。红毛朝我嘚瑟，看见没？我的狗！红毛朝陆晨扇了一巴掌，只见陆晨脸瞬间变红，竟也没有还手。这和大学的陆晨一点也不一样，我在现在的他身上看不到一点硬气。下次再敢不听话，我就断了你外婆的医药费。红毛手指着陆晨，陆晨低着头，乖乖地站在红毛身边，眼里满是戏谑。我最看不得陆晨这委屈巴巴的样，更何况我的老公只能我欺负。我一巴掌扇到红毛脸上，我呸！不就是医药费吗？老娘我也付得起。拽着陆晨离去后，我才后知后觉，现在的我也只是个穷学生，好像手里并没有那么多钱。他是谁？欺负你怎么不还手？我点了2碗面，一碗端给陆晨，心疼地摸着他的脸。你多管什么闲事？陆晨身子一僵，扭头不再理我。我老公当然只能我自己欺负。我看着闷闷不乐的陆晨，他并不想搭理我。外婆不会有事的，你放心。我都说了，我是从未来的。你考上大学时，外婆还给你送行了。陆晨把脑袋抬起来，一脸气意地看着我。真的，真的，不骗你。你能告诉我那个红毛是谁吗？陆晨断断续续地给我讲起了故事。红毛是他的表哥，在这个小县城里书都没读完，找不着工作，只能当小混混。陆晨家里没钱，外婆生病后，他四处借钱。红毛答应他，只要他听话，就借钱给他外婆治病。表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陆晨在某次深夜好像提起过这个人。当时陆晨像想起什么一样，眼神里带着恨意。不过据他所说，这个表哥在他高考后因故意杀人进了监狱，从此便再也没见过。不同于很多年后的陆晨，现在的他还带着学生气的稚嫩，眼神也不似那么精明。估计当年他应该被这个表哥霸凌过。我心疼地摸摸陆晨的脑袋，他现在还是个傻孩子，但我不是啊，我有着很多年后的记忆。我陪着陆晨去看了外婆，老太太虽然起不来床，但神采奕奕，说话声音也格外洪亮。我给外婆哄得一愣一愣的，陆晨就安安静静地在旁边坐着。晚上我陪陆晨回了家，这才知道他住在地下室，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一盏灯，
一个床，校服被他叠得整整齐齐地摆在床边。我看不下去这种环境，不由分说地把陆晨带回了家。我妈对于我的举动也很诧异，但终究说不过我，还是让陆晨留下来了。我家不大，陆晨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。每天早上起来时，我准能看见陆晨在帮我妈做早饭，也不知道这家伙都跟我妈说些啥，逗得我妈哈哈大笑。我有时候想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不错，但我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早晚有一天我会回到未来，回到那个没有陆晨的世界里。陆晨慢慢的变了，他开始经常在我身边晃悠。我空闲的时候会教陆晨一些防身的技巧，这些技巧还是当年的陆晨手把手教我的。陆晨很聪明，学得也很快，甚至还可以举一反三。我很喜欢陆晨这股子聪明劲，扑上去抱着他亲了好几口。陆晨被我亲得耳根通红，眼神躲闪，不敢看我。看着我，陆小狗。我把陆晨的脸强行扭过来，我是你老婆，你害羞什么？陆晨听后扭头就走，我在后面哈哈大笑，这跟未来我认识的陆晨一点也不一样。高二正是打基础的好时候，陆晨基础不好，我便每天给他开小灶，不只是高二的课程，高三的课程我也能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出来。每这时候，陆晨眼底就会充满疑惑，我摸了摸他的脑袋，都告诉你我是未来来的了，你还不信？我大学研究生毕业呢，高中课程小 case。 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陆晨抿了抿唇，趴在桌子上，小心翼翼地问我。我看着阳光照在他脸上，睫毛被打成倒影印在陆晨脸上，好看极了。大二的时候，咱们是一个校学生会的，虽然不是一个专业，那时候竞选学生会会长，咱们2个都参加了。明明你讲得特别好，但是后来票选时你却弃权了。我好奇，就追着你问，一来二去，咱们就熟了。那可是校学生会主席哎，这么好的机会，你都让给我了，当时加了不少分呢。怀念着学生时代不可代替的回忆，我的鼻头渐渐有些发酸。陆晨，答应我，2020年5月21日不要开车上高速好吗？为什么？陆晨看着我逐渐变红的眼眶，有些无措。在我眼泪掉下来的时候，彻底乱了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不去。我抱住陆晨，你记好了，2020年的5月21日，我们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陆晨有些无奈地和我拉钩，这才给我哄好。给陆晨讲课一点都不难，脑袋好使就是省时省力。陆晨也在不自觉中跟我愈发亲密，包括但不限于我走哪他跟啊，甚至搬进了我房间打地铺睡。为了更好地给外婆治病，我和陆晨一起去家外边做兼职。陆晨不放心我一个人上夜班，便主动包揽了夜班的活。我和他一起上完白班后，他在值夜班。这天已经晚上10点多了，陆晨还没回来，他也没有给我发短信，我心里突突直跳，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。我披了件外套就往店里走，快到时就听见警车在呜呜叫，我连忙跑过去，店被砸了，地上还有一滩血迹，但没见到陆晨的人。警察叔叔，怎么回事儿？店里的人去哪了？警察好心眼地给我讲，他们接到店被砸的通知就立刻出警了，来了这边后并没有看到人，已经有同事在紧急调监控，结果马上就能出来。快，他们往巷子里去了，所有人跟我一起走。我刚要跟着走，警察就把我拦下，你一个小姑娘凑什么热闹，赶紧回家，大晚上多危险。不行，今天值班的是我弟弟，我得去看看。情况紧急，警察没时间和我掰扯，大手一挥给我塞进了警车。我们到的时候，陆晨浑身是血，手里还死死拽着打他那人的裤子，不许动。警察那人想跑没跑成，气急败坏，下一棍子要朝陆晨脑袋上打去，可惜他速度没我快。我拿着钢管砸向他的手臂，带走，全部带走，叫救护车，送伤者去医院。我抱着陆晨，一路上哭爹喊娘的，
陆晨抬手握住我的手，我没事，身上不是我的血，我用你教我的招打好几个人呢，我没吃亏。我眼泪啪嗒啪嗒的往下掉。后来诊断结果出来，陆晨断了2根肋骨，左手骨折。我事无巨细地照顾着陆晨，好歹也是个半大小子，没多久就恢复了精力。陆小狗，叫声姐姐给我听听呗。实在不是我想逗他，简直是他太可爱了，总是用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看着我，美难计还是难高，这谁忍得住啊？本以为陆晨不会回应我，看他耳朵都红透了，小声地叫了声姐姐。我实在没忍住，对着陆晨又抱又捏。这次砸店的人是红毛派来的，眼看着用医药费控制陆晨不行，这才找人来砸店吓唬一下陆晨。几人争执间动了手，杀红了眼，责不在陆晨，倒是陆晨护店有方，老板也没让我们赔钱。而我也有预感，我可能要离开了。我每天抓紧时间给陆晨补课，争取在离开前把高3的知识也给讲完。发工资那晚，陆晨吃完饭邀请我陪他去逛街。我和陆晨2个人沿着街角随意地逛着。小姑娘，要不要来买一串手串啊？老奶奶笑意盈盈地看着我，纯手工编织的，都是新鲜的花。多少钱一串？陆晨蹲在我身旁，笑意盈盈地问老奶奶。5块钱一串。我们要一串。陆晨把钱付给老奶奶，老奶奶给我戴上手串，走的时候嘴里还念叨着，你们俩是上天看好的一对，只不过命中有一场大劫，结束后必会冲破所有阻碍，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我看着陆晨，我当然知道那场大劫是什么，不过现在我已经能预知未来，只要陆晨好好听我的话，我们就一定能度过这次大劫。那场大劫是什么意思？陆晨牵着我的手，姐姐，你知道什么对吗？你不让我那天去高速，是因为那是我的劫吗？我叹了口气，拉着陆晨到旁边坐下，讲起了被我刻意遗忘的未来。我和陆晨是校园恋爱，不是别人那样从校服到婚纱，但也算是从学生时代恋爱长跑了8年。刚在一起时，陆晨就对我百般体贴，几乎从没有对我发过火。恋爱第1年，陆晨就迫不及待地把我介绍给了外婆，外婆对我很好，经常给我做我爱吃的饭，无条件地包容我，似乎是早就认识我一样，把我当成了他们家的准媳妇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陆晨也逐渐展现出了他的商业头脑，还在校就参加了创新技能大赛，大4没毕业就和朋友们投资了一家小公司，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好，逐渐从几人变成了几十人。身边的人都让我看好陆晨，毕竟男人在职场上得意，就容易在情场上犯错。可陆晨从来没有给过我生气的机会，每天的行踪他都会跟我一一汇报，只要不是去外地出差，几乎每晚都会回来陪我。就这样一直到大学毕业，我决定把陆晨带给我妈妈看。谁想到我妈妈这个挑3拣4的人，在看见后立马变了脸，字里行间都在宝贝陆晨。我也没想到我的人生第1次竟然出奇的顺利，顺利到有时在想这是不是一场梦。也许老天也喜欢和我开玩笑，就在我们领证那天，陆晨从外地出差回来。为了能和我成为民政局第1队领证的新人，他早早就上了路。谁也想不到，在路上拐弯的时候，由于一棵树挡住了视野，陆晨和一辆丝毫没有减速的货车相撞，车撞上了护栏，即使没有掉进悬崖，货车的冲击力也是不容小觑的。陆晨再也没回来。在我们领证的那一天，我在灵堂上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也昏了过去。再睁眼就看到你了。陆晨小心翼翼地擦掉我的眼泪，或许是被我的情绪感染到，陆晨握紧了我的手。看来这是天意，老天让我们重活了一次，这次我不会再离开你了。我欣慰地看着这个小陆晨，他的模样逐渐和未来的他重合。那姐姐既然是从未来回来的，那是不是也知道高考的题目啊？我照着陆晨的脑袋敲了一下，你想什么呢？我以前的高中不是在这里念的，又换句话说，
我的高中生涯里没有你这个人。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穿越到你身边，或者是老天也看不下去了，想让我们永远在一起吧。陆晨听后没有讲话，反倒是陷入了沉思。那你还会离开吗？回到你原来的世界里去？不知道，应该会吧。后面的话我没说出口。话题有些过于沉重，幸好漫天的烟花解救了我们。我看着天上灿烂的烟火，偷偷许愿，让这一刻变成永恒，而我也永远留在这里。老天或许是看我可怜，所以想天天跟我开玩笑吧。那天我照常走在回家的路上，上一秒还在和熟悉的老板打招呼，一转身就失去了意识。我是在一个潮湿又阴暗的地下室里醒来的，手脚都被捆住，周围没有一点声音。我大概是被绑架了，可我好歹也是活了2辈子的女人。我当下稳住心神，努力思考逃出去的办法。我挣扎着坐起来，打量着周围的环境。正当我拼命想解开绳索时，外面传来了熟悉的声音。我继续假装昏迷，大门吱呀一声被推开。操！这臭娘们怎么还没醒？你们下的药对吗？别给整死了！不能啊，按照说明书来的。我等了一会儿，周围逐渐没有了声音后，才小心翼翼地睁开眼睛。红毛的大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吓得我心脏乱跳。妈的！老子就知道你在装！红毛拎着个铁棍朝我走来，给陆晨打电话，让他准备20万，不然我就撕票。20万？你杀了我，他也弄不到这么多钱啊！红毛把我的手机扔给我，少废话，让你打就打。熟悉的声音从手机里传过来，听到陆晨声音那一刻，我彻底忍不住了，眼泪像柱子一样一连串的流下来。呜，陆晨，我怕。你在哪？别怕。我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他。你表哥把我绑架了，他要20万，不然就撕票。把电话给他。红毛把电话拿走，不知道陆晨说了什么，他便骂骂咧咧地离开了。半夜我正睡得迷迷糊糊时，一阵骚动把我叫醒，睁眼就看见陆晨正在替我解绑绳子。我刚要说话，陆晨急忙捂住我的嘴。嘘，我报警了，警察很快就能来。就在我们要离开时，红毛带着他的手下回来了。他妈的，陆晨，你敢耍我！几人速度太快，陆晨只能先把我护在身后，自己挨了几棍。老娘我也不是吃醋的，捡起来地上的棍子就要上手。陆晨把我推到一旁，小心点。哟，看不出来啊，感情还挺深。红毛叫了几个人要把我带走。陆晨见状像发疯了一样朝我们走来，我手里的棍子被红毛抢走，几人把我往外拉。别碰他！我看见陆晨眼眶通红，像豹子一样推开旁边的混混，朝我跑来。小心！我朝陆晨大喊，下一秒他便被打倒在地，可眼神还死死地盯着我看。你们别碰他！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冲我来！我挣脱束缚，跑到陆晨身边，紧紧地摁住他受伤的腿。他整张脸都疼得皱起，但还是仰头给我一个笑容。警察马上就来，你们会有报应的。红毛见状又找人来带走我。陆晨把我死死地护在怀里，铁棍一下下地打在陆晨身上，他像是不知道疼一样，死活不松手。别打了！就在我绝望时，警察到了。那群人扔下棍子就要跑，我小心地放下陆晨，拾起了棍子。你们今天一个都跑不了，迟早会遭报应的。小小只感受到头上剧烈的疼痛，然后警察就赶了进来。虽然我拖延了一段时间，但没想到是用脑袋换的。模糊中看见陆晨朝我爬来，我突然想起来，陆晨说他表哥当年因为犯事进了监狱，原来竟是因为我。我感受到我的灵魂正在一点点消亡，我知道我可能要回去了。我用着最后一口气，在陆晨耳边轻声说：陆晨，别忘了我们的约定。我是在医院醒来的。我下意识地摸了摸我的头，没有纱布。我知道我回来了，回来到我应该在的世界。
不知道今天是第几天了，陆晨的丧事有没有办完？外婆应该挺难过的吧？我慢慢下床，扶着墙往外走。此刻医院安静的不像话，推开门却发现门口坐着一个人，那个人如此的熟悉，熟悉的我下意识眼泪就流了下来。陆晨，我话还没说完，就落入了他的怀抱，衣服上的栀子花香弥漫在我身旁，我抱紧了陆晨。你不是？面对我的疑问，陆晨这才开了口，姐姐，是我呀，你想起我了吗？你是18岁的陆晨，还是27岁的陆晨？我既是18岁的陆晨，也是27岁的陆晨。陆晨把我抱回病房，给我讲了一个故事。他叫陆晨，17岁喜欢上了一个女孩子，在他的努力下，他们终于做成了同桌。可突然有一天，女孩告诉他她是穿越而来的，未来女孩是他的老婆。他起先并不相信，甚至愿意逗女孩一笑，假装相信这件事。后来他的窘迫被女孩发现了，他厌弃自己，这么差劲又自卑的他配不上这么好的女孩。就在他打算远离女孩时，女孩却主动走近了他。女孩告诉他未来发生的事情，给他讲他们在一起后美好回忆。他也不知不觉地相信了女孩的话。2020年5月21日，不要上高速，那是女孩和他的秘密。可惜好景不长，就在他以为他们能长久在一起的时候，他的表哥为了钱绑架了女孩。虽然最后他们都获救了，但是女孩却失忆了。女孩失忆后被妈妈带到了另一个城市，他再也没见过她。他记得女孩跟他讲过，他们是大2认识的，男孩便努力学习，就是为了考上那所大学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真的找到了她。可女孩却不记得他，他只得把这次见面当成他们的第一次会面。他从头开始追女孩，他也成功的和女孩说的轨迹吻合了。陆晨抬头看着泣不成声的女孩，原本凌厉的眉眼此刻又恢复了那湿漉漉的模样。姐姐，这是我全部的秘密了，你还记得我吗？陆晨一直记得他们的约定。2020年5月21日那天，陆晨没有上高速。高速上死的人不是他，只是尸体被烧毁了，才让女孩误认为是他。陆晨的手机摔坏了，直到事故发生的第2天，他才知道这边的事情。他急急忙忙地赶回来，怕打扰，他便一直坐在门外。我突然都想起来了，原来我做的不是梦，我从2020年的某一天穿越回了过去。他救了我，我亦救了他。后继从医院出来后，我和陆晨举办了婚礼。我这才惊觉，原来我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外婆，外婆记得我，妈妈也记得陆晨，只是他们都默认一般，没有告诉我真相。婚后陆晨更加粘人，或许是我记起来了很多事情，陆晨便开始在家里叫我姐姐。姐姐长，姐姐短，姐姐上厕所他也要跟。在我第 N 次拒绝陆晨同房的请求时，他再也忍不住把我扑倒。我第2天揉着酸得要死的腰，使唤陆晨给我洗脚。第2年，我和陆晨生了一个可爱的宝宝。或许真的如那个卖编织手链的奶奶的话一样，我和陆晨过了这个坎，从今往后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老婆，宝宝又哭了，是不是饿了？陆晨屁颠屁颠地把宝宝抱到我身边。他饿了你不去冲奶粉，抱到我身边干什么？姐姐，我现在去冲，你现在看好我们儿子哦。陆晨讨好地亲了我一口，又钻进厨房给宝宝冲奶粉。